楼上的漏水拒不处理，看我如何应对。上周二呢，我去刚装修的新家，准备搬家啊，一进门就发现屋内整片天花板和墙面因渗水起了好多大泡，大片的脱落。定制衣柜呢，以及木地板呢，也因此被泡得起皮变形。花光积蓄装修的新房还没来得及住，就这样的惨状让我心痛不已。我马上联系物业，物业很快到达现场拍照确证，说楼上正在重新装修，应该是装修过程顺水了。于是我和物业呢一起到楼上敲门询问，开门的是个大哥，态度也很积极，当场表示没问题，我会尽快处理，坏啥赔啥，也让我很放心啊。我也表示邻里邻居的能解决好此事就行。当时呢约定好周四叫上商家来评估解决，然而现实告诉我，我还是太单纯了。周三、周四呢连续2天我联系不上他，到楼上敲门也无人回应，无奈呢我就在业主群里艾特了他，让他看到后呢尽快联系我。等了1天还是没有消息，于是呢我把照片发到群里，企图呢通过舆论压力让他现身。果不其然，他终于出现了。但一出场呢，就指责我在群里乱发照片，都答应解决了，难道怕他耍赖不行？我百般解释呢，他都不听，一再表示名声受损失，生活受影响。后来呢，多次电话联系他，他都说他很忙，有时间了自然会解决。我说呀，大哥呀，我们家已经受损失了，再等下去损失更大。对你我呢都不利，就这一句话，对方开始怒了，电话里大骂：“你急着去投胎吗？你反正不着急住，就等着吧。”对方真的是欺人太甚。因这事呢，我简直是寝食难酣，就找来专业机构评定损失啊，大致给了报价。而当我通过物业联系楼上，他说最多给你几百块钱，你自己不顾欺面就挂断了电话。期间呢，我也多次联系，不是说出差就是说加班。无奈的我报警，警察来了还拒绝开门，嚷嚷着这点小事还去报警，现在1分钱都不会给你，有本事你就去告。又过了几天，事情没有任何进展，我又给他打电话，电话一接起来，他就劈头盖脸的把我臭骂了一顿，还威胁我说如果再骚扰我就打断我的腿等等一些狠话。还好呢，机智的我早已设置了录音，这事呢如果1天不处理，我就1天住不上新房子。于是呢，我遵循他的坚持，有本事告我就去找律师把他给告了，并且再次报警说他恐吓威胁我。警察传唤他说，你装修渗水影响其他住户，本来就该好好的赔偿他人的损失，你现在呢不仅不配合协调，还恐吓威胁他人，如果开庭你大概率是输的。对方僵着脖子说，有啥证据证明是我漏水和威胁恐吓？我当着警察的面拿出了物业帮忙开的房屋漏水证明，第三方开具的鉴定报告，然后平心静气的跟他说，大哥，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，你不急住，我也可以租房子住，但是到了法庭，到时候因为漏水我去租房子的费用、误工费、鉴定费等等都要算到你的头上了。而且你恐吓威胁我，证据确凿，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，你是要处以5到10天的行政拘留的。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啊，对方明显慌了，隔天一大早呢来敲门，态度也是180度急转弯，先和我道歉，要求我撤诉，然后呢表示愿意赔偿我的损失。我早就看到他反复无常的伎俩了，而且算准他不可能为了这件事给自己留个被告的记录和案底，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漏水赔偿协议，说咱们签下这份赔偿协议，里面呢要求你要查清楚漏水点进行维修，还要保护我们双方的权益，最终呢协商赔偿5万。楼上呢对漏水点查缺不漏，至于那些七七八八的费用我就不算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给无赖打交道呀，真的是心力憔悴。朋友们，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记得一定要保留好证据，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到底，不要败给无赖的拖延战术。